Hello，大家好，我是 DP，欢迎来到我们的 Codex 系列视频。这期是这个视频的第一期，主要讲的是新手入门相关的内容，主要包括 Codex 的安装、一些基础的配置和一些基础的使用指南。好的，我们来进入准备环节。首先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 dprt.lab00.com， 在这里搜索 Codex， 然后找到这期视频对应的文章，然后把这篇文章打开。到这里你需要知道的是 Codex 这期视频相关的所有内容，你在这个文章里都可以找到。现在我们把这个文章放在一边，下面我们需要新建一个文件夹。我用的是 dp-codex-101，主要是为这期视频做演示做准备的。你可以使用任意的名称以及任意的位置，推荐放在你的那个项目文件夹目录里面去。好的，这两样都准备完了以后，我们下面进入安装环节。好的，我们首先回到刚刚的这个文章，然后第一部分就是安装指南。我们先大概的来看一下目录架构，分别是4种安装模式，其中2种是命令行，第一种是 npm 安装，第二种是 homebrew 安装，第3种是 Codex app 安装，第4种是 Codex VS Code 插件安装。我们将逐一来看这些安装方式。首先是2组命令行的安装方式。先介绍一下命令。第一个命令 1.1 是检查你的 npm 环境里有没有安装Codex， 用这行命令 list 就可以看到下面这样的输出结果。像我这里就有一个 Codex 0.112.0 这个版本，这就代表安装了。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可以继续。第二步 1.2 就是用这条命令安装，然后第3步是检查 Codex 版本，就是你安装以后用这个命令就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输出，就是 Codex 的版本，就代表安装成功了。然后如果在你使用的过程中需要升级，就用 1.4 用这个命令来升级。然后 homebrew 是一样的，首先是查看它的列表，可以使用这行命令来查看，那么查看的结果就会输出一个 Codex。如果你不用后面的这个过滤条件，它就会把你本地的所有的homebrew 安装的内容都列出来，然后在这边就可以看到有一个 Codex。然后如果上面的检查就是 2.1 这个部分，你的机器里没有任何的安装，那么你就可以在这边使用 2.2 的命令来安装。然后安装以后相同的版本检查，然后相同的升级。我这边在 macOS 上用那个命令行安装了一个 homebrew 版本的 Codex， 给大家看一下过程。首先我打开我的命令行，然后我用这个 Codex-V 来查看，它告诉我这个机器上没有 Codex， 然后我尝试做了一个 list 的操作，这边也没有 Codex， 然后我尝试用了那个就是查找关键词的 list， 没有任何输出。然后我做了一个额外的测试，我用 SQLite 做测试，因为这里显示了 SQLite， 所以它这个能有输出，就代表一切都没有问题。然后我这边用了就是 2.2 这个命令来做安装，然后它从这里开始跑，一直跑，反正跑的挺多的。然后到下面它就给我一个反馈，就是 Codex 0.117.0 这个版本，它就开始安装，一直到安装完成。然后到这里就是安装结束。然后接下来我用了查看的命令做了一次确认，它有 Codex， 然后我又做了一个全局的查看，就没有过滤的查看，有。然后我用了 Codex-V 这个命令查看了版本 0.117.0， 是我当时录视频时的最新版。这就是命令行的一个安装方式。下面我们来看那个 Codex app 安装，这个就是打开官网下载一个 app 就好。我在 macOS 上我下载的就是这个 codex.dmg， 打开以后就有这么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这样473兆，然后我如果安装把它拖过来就行，我这边已经安装过了，所以就演示一下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我们来看一下Codex VS 插件的安装，我这边整理了一下，你需要做的是第一步打开 VS Code， 第二步在插件市场搜索 Codex， 然后找到这个插件进行安装。好的，我们去那个 VS Code 里面看一下，首先插件市场在这儿，然后你在这边搜索 Codex， 我这个已经安装了，但是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流程，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找到这个是 OpenAI 官方的这么一个插件，然后打开以后它的名字就是 Codex-OpenAI 的 Code Agent agent 在这儿。
和这个名字啊，这样看，这两个名字是一样的。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安装，你点安装就行。安装完了以后，那个你在这儿就能看到一个 Codex 的标志。然后我一般是在这儿去使用的，它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在侧边栏上，这个是 Copilot， 这个是 Codex， 放在这边，有可能要拖动一下，但我记得不太清了，反正是有相关位置的。好的，作为最后的建议，一共有4种安装方式，我建议大家把3和4都安装上，一会儿我们在演示的过程再解释为什么。好的，这就是安装相关的所有内容。OK， 接下来我以 Codex APP 做一个演示。首先我打开了 Codex 这个 APP， 它会要求你登录，这个时候你只需要点击这个按钮，然后它就会跳转到一个登录的页面，这个就是 OpenAI 的页面。你在这个页面里完成你的账号的登录，然后它就会跳转回来，然后这边就会有相关登录完成的一个状态。OK， 花了点时间完成了网页上的授权，然后这个 APP 就会自己自动跳转到类似这样一个页面，这就是 Codex APP 的主操作页面。其他3种登录方式都是相同的流程，这边我们就不额外的演示了。登录完了以后，按道理说我们可以直接输入一些命令来完成相关的任务，但是我们先不着急，我们先进入一些重要文件和配置的讲解。首先你需要知道的第一个概念是 Codex， 它在你的本地是有一个配置文件夹的，在你的用户根目录下有一个点 Codex 这个文件夹，里面就是配置的所有的内容。然后我这边用编辑器已经打开了。这里面一共有好多个重要的文件，我们一个一个来讲。首先讲第一个就是 author.json， 这个就是你的所有的 token 都在这边。我这边跟大家演示的是我进行了脱敏的一些数据，你实际跟我看起来应该是差不多，但是我这些DPRT 这些你肯定是没有的，分别有 access token、account ID， 就是你的就是获取信息的 token 和用户 ID， 然后 token 的 ID。然后什么 refresh 就是刷新 token， 然后时间，这就是 OpenAI 给你的一个 key。然后这个 config 点 toml 是什么呢？就是一些你使用过程中的一些记录，比如说我用的模型是 GPT 5.4，然后思考强度是 X high， 然后一些信任的目录，像这边就是 5.4 和 X high 和这边是对应的，这就2个配置文件。为什么要讲这2个文件呢？这2个文件在稍后我们讲账号切换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2个文件。如果大家对账号切换有兴趣，可以点个关注，我们后面的视频里会讲。好的，然后我们下面进入一个全局配置的一个环节。首先就是全局的配置，就是你这个本地的所有的 Codex 相关的项目，你想让它遵守的一些规则是什么呢？我这边给出了一个 demo。首先文件是在点 Codex 文件夹下有一个 agents 点 md， 这里我写了一些规则，就什么遵守用户的需求啊、中文呀、回答case 原则啊这些，这个写的比较长。这个东西在哪呢？在配置指南就第2部分的第1点里面，就是目录是用户文件夹下点 Codex agents， 然后你把这个粘进去，就可以作为你的一个项目的开始。然后还有一个目录，就是说，如果你不做全局级的，你这个项目想设置的话，那么你就需要做一个项目级的目录。那么它就是说，在 DP 下划线 Codex 101这个项目文件夹下新建一个这么一个文件就行。那么我们现在来新建一个右击，新建这，哎，它为什么没有给我新建啊？好奇怪哦。这样新建的，好，这样就新建进来，然后这边你就是比如写全程使用中文和我交互，类似这样，然后这条文件它的那个规则就可以写入进来。你也可以简单的把这个东西给它复制过来，也就是说，你这里给它的这个规则是这个 Codex 001这个项目级的，而不是说这个放在全局级的。你把全局级这里给它删除掉就可以了。好，这就是2种配置方式。如果你是想让所有的 Codex 都能遵守，那我建议你就像我这样配置一个全局级的一个规则，让他们遵守一个默认规则。然后，如果你想让某一个项目，比如说这个项目去遵守，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写1、2、3。
告诉他这个项目单独的遵守规则。首先他会遵守这个，然后把这个再附加上，就是这么一个配置关系。像稍后会有像 Scales 呀、Workflow 呀这些，我们会单独用视频来讲解，这个也不算基础的内容。如果有兴趣就稍微等一等。再讲一下 C 部分相关资源，这边我把常用的一些链接放在了这里，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用。这边是 OpenAI 的官网，这是 Codex 的官网，这是 Codex 的开发者文档，这是 Codex 的 GitHub， 以后有相关的链接我会继续往后面去加。OK， 我们现在进入实际操作环节。我这一期的实际操作先用 Codex APP 来做演示。首先它这个给我们默认打开的只有一个 Playground， 就是一个测试环境。然后我们刚刚新建了一个目录，还记得吗？我们需要把它加载下来，点这边这个加号，然后找到你的这个目录，把它加载进来就可以了。这样你就有了这个目录，然后在这边选择这个目录，开始一个新对话，这里就可以开始一个新对话。然后你可以选择模型，比如说我们选Codex 5.3，然后思考强度我们就选 High 就好。然后我们给它一个简单的对话内容，然后这时候你会看到它在这边会新建一个对话，然后这边是我们说的，然后这是它思考，然后稍后给我们回复的内容。这边你可以把它变成任意一个内容，比如说你给我写一个贪吃蛇的游戏存放在什么位置什么，就是这么一个流程。当然我们这边只有一个简单的演示，然后这时候我们接着来演示斜杠命令，它和我们常用的命令行一样，你只要输入斜杠，它会有很多的命令。最重要的我想给大家讲几个命令。首先是 stats， 你可以看到你的，如果你是那个付费套餐的话，你可以看到5小时限额和7天限额，还有一些上下文长度啊这些信息，然后相同的内容在这边也可以看到，也是配额的一个信息。然后斜杠命令里面还有一些命令，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这边有一个 fast 模式，当然 5.3 开不了 fast， 你只用 5.4 来行，然后到 5.4 以后你可以开那个 fast， 看到吗？现在 fast 模式就被关闭掉了，然后这边你再敲就可以把 fast 模式开启。提醒一下 fast 模式只有 5.4 可以用，只有这个小闪电开启的时候才是。然后 fast 模式大概是消费2倍的 token 得到 1.5 倍的速度，然后智力不会有所下降，只是优先给你处理任务，就是说类似于 VIP 通道的那种感觉。好的，这就是 Codex APP 里的一些功能，至于其他的一些命令，那么稍后大家自己再来看就好。OK， 接下来我们回到那个 Codex VS Code 插件这边。我想给大家演示我最近做的一次 HTML 任务。首先我们先来看2个 HTML 页面。我首先用那个 AR 设计了下面这个 index page 的 HTML， 然后我让它用 Bootstrap 进行了一个改写。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一个 ir.lab00.com 这个页面，我想做一个新手页面，然后我用 AR 做了一些设计，但是它做完了以后有一些问题，像这些点击啊，这些tab 的切换，这些 card 的折叠它都没有做，它只是做了样式，像这边这些搜索它都没有，但样式是做好了，然后是这个样子。然后我让他做的就是对这个页面100%的用 Bootstrap 进行了一个重写，然后把这些点击样式、这些 card 的这些 tab 的切换，然后这些 card 的折叠都给它做出来，然后像这边搜索也都给它做出来，这边的搜索也都做出来，是做成这么一个状态。其实改动不是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就是遵守这个设计稿的一个方式。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实际的操作过程。首先我调用了一个 worker 就是定义了一个上下文，这个 worker 不是为这个项目准备的，但是差不多能用我就用了，就是一个 HTML 设计的 worker， 然后告诉它是一个特殊的任务，然后是根据这个设计稿的页面，也就是这个由 AR 生成的原始页面，来让它把一些功能用 Bootstrap 进行重写，然后让它严格遵循这个规则，然后其他我们在 Worker 里定义的什么 PRD 线框图都让它忽略，然后它给了一个反正就读一些文件，然后进行思考，然后它给了一个方案，这个是我这个项目定义的一个格式，但实际上只
执行方案这边就可以看到，它是对那个 CSS 用 Bootstrap 5重写，然后调整了一些间距，把 Bootstrap 尽量应用下来，然后抽离了一个项目级的慢点 CSS，然后什么这些该不动的都不动，然后补充了一个慢点 GS，然后他就让我确认，我说确认就可以修改，然后给他一个要求，就是我怕他把那个原始文件替换掉，我就说让他在同级目录下建一个新文件，所以就有了这两个文件的差别，然后他就完成了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页面，就是刚刚演示的这个，就相关的功能该有的都有这么一个页面，然后他就告诉我修改已经完成了，然后这个过程还挺长的，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对，然后中间还经历了一次网络异常，我记得是，哎，没有看到，没关系。然后他给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修改的内容，然后这时候我验证了一下，发现了一些小问题，总共就是3点。让他再去做修改，这时候它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网络波动，就我们用是正常的，然后一些交互，然后在过程中好像还有一次啊，对，还有一次大的网络波动，原因未知，然后我就因为遇到这个网络波动，我就直接把它暂停掉了，然后我就告诉他好像有网络问题，让他重试，然后他又花了5分多钟把最后一个点 GS 写完，到这时候我才想起来，哦 ，Codex 有点慢，我差点把这个事儿忘了，所以它前面可能不是网络波动，只是单纯的在等待。我以为他卡住了，然后他把这些东西都弄完，然后告诉我交互已经补完了，然后就给出了一个最后的一个答复，包括修改的内容是什么。最后我就在这边测试了一下，该有的功能都有了。后期大家也会看到这个 ar.lab00.com 这个页面上线，主要的功能就是一些基础工具和命令和一些基础知识的展示，然后一些关键的视频和文章的一些链接。然后对应热门的 GitHub 资源的链接，还有一些热门链接，就是做一个一站式的导航这么一个页面，算是一个工具书的页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我希望用这个页面，就是我实际操作的过程，向大家展示，就是 Codex 其实在 VS Code 插件里更接近我们的编程习惯。为什么呢？因为就像这边一样，它改的任何一个文件，我可以点开看，然后在这边像这个改动这个在 Codex APP 里有，但是它没有这个编辑器这个功能，也没有快速导航和快速选纵这个功能，甚至我可以把这边这一段话直接给它添加到 Codex 这个上面，做一个快速选择，然后在对话的过程中 VS Code 这个插件会把我们打开的这些页面的名称传递给 Codex。作为上下文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如果很多用户跟我一样是从那个 Cloud Code 过来，后来进入 Anti-Gravity，然后再到 Codex 的话，我觉得这个方式是比较合适的。好，最后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建议 VS Code 以外还要有 Codex APP 呢？因为我在使用的过程中，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需要用 Codex APP 来做一个兼容性的工作。比如说有个项目运行的突然卡住了，你用 Codex APP 打开，把任务运行完，然后再回到这边，这个问题就得到了解决，而不需要去死磕 VS Code 的 Codex APP。当然，我90%的工作是在这边完成的。哦，对，还有一个点，有用户说，VS Code 的 Codex APP 会比较卡顿，但是我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没有遇到这种卡顿的情况，就是这是我的程序，然后这个Codex 的应用我装的也是最新的一个插件。好的，我们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首先，我们介绍了4种Codex 的安装方式以及一些基础的配置方式，特别是这边的这个全局级的配置，建议大家就是照我的抄，然后在基础上去改，随便用，不用跟我客气。然后接下来我们讲了2种应用的使用方式，分别是 Codex APP 和 VS Code。强烈建议大家这2种都尝试一下，并且尽量把你的常用工作方式固定在 VS Code 的 Codex 插件上。好的，这就是这一期 Codex 新手入门系列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如果可以，请帮忙点赞和转发。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或者遇到了相关问题，欢迎留言。稍后我们会发布更多的 Codex 相关视频，有兴趣的话欢迎关注。谢谢大家，我是 DP。